深夜时分，一位孕妇在祈求神明保佑她的丈夫。就在这时，她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宝宝快要出生了。她的哀嚎吸引来了周围的狼群。当她生下孩子后，狼群慢慢逼近他们，女人只能不停地向三神奶奶祈祷，求她救救自己的孩子。话还没说几句，她就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狼群继续向婴儿逼近，就在危急关头，一道金光掠过，三神奶奶出现了，她把婴儿抱在怀里。狼群还想冲上前，三神奶奶猛地一跺脚，一道金光把狼群全都击退了。奶奶变成一缕金光，带着婴儿离开。此时国家正在进行封印魔王的仪式，婴儿的父亲是个画师，他刚画完了魔王的肖像，想把魔王封印进画里，画刚被拿走，父亲像是被邪灵附体，突然抽搐倒地，昏迷不醒。这时外面的咒师开始念咒语，用来引诱魔王的大王突然晕厥，他身上散发出一团黑气。魔王在降魔台上显现，咒师命令大家闭眼，别直视魔王，然后开始施法攻击。魔王的力量出乎意料的强大，再次到了紧要关头，金光一闪，三神奶奶及时赶到，阻止了魔王的袭击。咒师趁机攻击，终于把魔王封印进了画像里。就这样，魔王被封在了画像的眼睛里。新生的孩子因为一个诅咒失去了视力，三神奶奶看他太可怜，于是赐给他一段美好的姻缘。等到合适的时刻，魔王的诅咒自然会被解除。正在这时，天边划过一道流星，荷兰咒师的儿子此刻降生。他们把魔王的画像安置在木棺中，并用符纸封印起来。等到王和太子离开之后，那些刚参与封印的禁军突然围困了所有咒师。咒师头目何星辰在众多禁军的追击中坠下悬崖。9年过去了，国家因魔王诅咒遭受严重旱灾，民众生活困苦。新上任的咒师在占卜后，四处寻找能掌控水神力的孩子，正巧发现荷兰在河边饮水，便悄悄跟踪他，发现了何星辰虽坠崖却未死，以此威胁荷兰，让他一起向天祈雨。父子俩刚上路，途中偶遇已经失智的天机父亲和失明的天机。认出天机父亲后，两人坐下来叙旧。荷兰和天机一起去玩，荷兰对没有眼睛的天机很好奇，天机没见过星星，于是在地上画了个圆，说这是自己心中的星星。荷兰握住天机的手，给他在地上画出北斗七星。两人的缘分就像荷兰画的北斗七星那样，从此开始连结。正当他们在街上玩耍时，三神奶奶装扮成卖菜的老婆婆，把他们叫到身边。奶奶把玉佩放到荷兰手里，告诉他明天就会用到。荷兰想要拒绝，但他一张手，玉佩就消失了。荷兰还以为是眼花，不知道玉佩已经变成金光印在了身上。与三神奶奶告别后，天机带荷兰进入桃林，趁看守桃林的大娘睡着，于是就打算让荷兰帮忙偷些桃子。荷兰小心地爬上了树，用手挑了几个大桃子给天机。天机摸着桃子闻了闻，他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正当荷兰得意时，突然失足从树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天机身上，两人摔了个满怀，惊动了睡梦中的大娘。他们慌忙撒腿就跑，翻过围栏的时候，天机不小心摔倒了。荷兰赶紧扶起天机往树林里跑，他用妈妈留下的丝巾给天机的腿简单包扎。晚上，荷兰背着天机回家，到家门口时，天机摸了摸荷兰的脸，他想记住他的感觉，之后轻轻一吻。天机希望求雨成功后，荷兰能继续帮他摘桃子。荷兰笑着答应了。第二天，求雨仪式正式开始。荷兰手持树枝站到了祭坛上，巫女开始念动咒语7天，天空很快聚满了乌云。众臣们都以为是巫女的功劳，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太子悄悄溜进了神殿，在魔王的诱惑下，焚烧了封印他的画像，使得魔王破风而出。冲出神殿的那一刻，魔王立刻锁定了带有玉佩的荷兰，变成一团黑烟，直接附在他身上。就在这时，天空雷声大作，荷兰被震落入水中，天机也在桥上被震落。紧接着，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众人仰头欢呼雨来。就在两人差点溺水的紧急关头，被魔王占据的荷兰忽然醒来，他试图冲出荷兰的身体，但蝴蝶印记将他牢牢锁定。这时，三神奶奶再次现身，她取出了代表魔王力量的眼睛，转身快速飞到天机身旁。就这样，天机的眼睛重获光明，荷兰也被奶奶用神力拖出了水面。这一幕让众人目瞪口呆。等荷兰睁开眼睛时，他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漆黑。接下来的10年里，两人再无交集。长大后的天机成了一位顶尖的画家，尽管荷兰失去了视力，他却凭借天赋异禀的力量，成了朝廷里的天文学家。皇上十分宠爱他，但荷兰对皇上心存怨恨，原因是在那场求雨成功后，就在他父亲准备为他求医的时候，宫中的禁军找到了他的父母，执行了前皇的命令，将他们杀害。于是荷兰在宫外秘密成立了一个组织，通过夜间关心，帮助各国的王公贵族解决问题，拉拢人心。有一天，他为自己算了一卦，预见自己往东走，会遇见此生最重要的人。小女孩为了筹钱治病，一直与当地最大的帮派月星堂合作，直到今天，
他向帮派的二当家表明，已经筹集到足够的医药费，希望结束他们的合作。听闻此事，二当家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拿起弯刀威胁天机继续为他画作，但天机对他的威胁不屑一顾。看到吓唬不住天机，二当家无奈放弃，让天机快点离开。但天机却被门后一股神秘力量吸引，门后的荷兰也感到了天机的气息，他的心脏不禁加速跳动。天机想要靠近查看，却被旁边的二当家怒斥离开。离开后，天机通过一个邻居的介绍找到了一位神医，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一枚珍贵的金龟丹上，希望能治好父亲的病。但让人心痛的是，父亲吃了药多日仍无起色。天机决定去找邻居询问具体情况，才震惊得知自己竟然被骗了。他得知骗子常在青楼出没后，在青楼门口守候，终于等到了那个骗子。气愤之下，他抄起一把扫帚，追着骗子在青楼里乱窜，结果不小心闯进了一个房间，把房间里的客人都吓傻了。三太子李律看到这位像母老虎一样的天机，立刻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天机在房间里终于抓住了那个骗子，他把他摁在地上，一边打一边骂。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荷兰看到，骗子急忙辩解，说是被月心堂的二当家逼的，才会做出这种事。天机气的都快爆炸了，他大骂月心堂都是些骗子，这让身为月心堂堂主的荷兰一头雾水。他立刻命令手下查明真相。回去之后，天机向官府举报了二当家贩卖假画的事，二当家被衙门的人当场抓走，报了大仇。天机总算松了口气。可是到了晚上，二当家巧舌如簧，花钱绑了出来。晚上，天机给新月堂堂主写了封信，他想去揭发二当家，可是刚到新月堂的信箱边，就被二当家抓个正着。天机趁他不注意，急忙跑了。当家的人马不停蹄地追了上来。另一边，刚要坐轿出城的荷兰，忍不住回想起今天看到的那个彪悍女子，正自言自语。轿门突然被打开，天机二话不说躲进了他的轿子里。他刚坐下，公子心里突然浮现儿时他和一个小女孩偷逃的场景，公子感到诧异。轿子突然颠簸起来，荷兰不小心扑向了天机，他背上的蝴蝶印记开始发出金光。天机注视着荷兰猩红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感叹。这时荷兰收回了手臂，金光再次掠过，轿夫们齐心协力再次发力，天机顺势扑进了荷兰的怀里。这让荷兰不禁又想起了与他儿时暗恋的那个小女孩。天机急忙道了歉。这时荷兰背上的印记又亮了起来，荷兰捂着剧烈头痛的头，赶紧叫轿夫停车，然后把天机赶下了轿子，马上让轿夫驾车离开。这时乌云遮住了月光，荷兰身上冒出一股黑气，轿夫们感到轿子里不对劲，赶紧停下来检查。只见轿子剧烈晃动，荷兰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突然一声巨响，众人惊诧之际，一团黑气从地下冒出，多年被封印的魔王冲破锁链重现人间。荷兰的随从急忙检查他的情况，打开轿门时发现里面无人。新出现的魔王感觉到目标就在这片森林，立刻冲向天机。同时皇宫大殿内城头满是猫头鹰，皇帝看后大吃一惊，这种现象通常意味着灾难又将降临，马上命人找寻荷兰。城外，荷兰的随从刚跑回城，哭着对守城的大臣说，轿子被怪物撑破，荷兰被妖怪抓了。另一边，天机在林中急匆匆地赶路，路边再次遇到三婶奶奶，奶奶让他过来取暖烤火。天机本想拒绝，奶奶用神力把天机拉到自己面前，然后把他带入梦中，隐藏了气息。魔王到了后，在原地寻找，但找不到天机的踪迹，无奈只好转身离开。不巧遇上了寻找荷兰的禁军，一招秒杀了众人。不知过了多久，天机终于醒来，在起身道谢后便要离开。三婶奶奶想要阻拦，可天机为了赶路，赶忙转身跑开。走出结界之后，魔王再次感应到了天机的气息，于是立刻朝他冲去。听到声音的天机转头一看，就在魔爪即将刺入天机双眼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这时一只泛着蓝光的斑斓大虎从林中走出，它缓步向前，一瞬间变成了人形。魔王听到虎神的话，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马上冲上去跟他动手。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但魔力消耗殆尽的魔王显然不是虎神的对手，很快就被虎神困在树上。虎神正要上前给予魔王致命一击，三婶奶奶突然出现，救下了魔王。他对虎神说，现在还不能杀死魔王，因为他正附身在荷兰的体内，就算杀了荷兰，魔王也不会消亡，只会从他体内逃出，变得更自由。他告诉虎神，天机是拯救众生的关键，只要给他点时间，他就能造出可以消灭魔王的神器，那时魔王才能被彻底消灭。说完化成一道金光消失了。虎神也用法力恢复了静止的时间，然后变回原形，消失在林中。天机这才回过神来。这时荷兰突然从天而降，直接砸在了他身上。天机费了好大劲才翻过身来，看到地上昏迷的荷兰，赶紧趴下去检查荷兰的心跳，确定荷兰还活着之后，拼命地拖拽他，但荷兰毫无反应，只好背着他赶回路上。走到山边的一间废弃茅屋，
实在走不动的天机，只好把荷兰背进去，然后给他生了个火，让他暖和暖和。另一边情况则是，被魔王打得昏头转向的禁军头目，一边跑一边尿裤子的回到了城里。皇帝听说出城的禁军除头目外全挂了，荷兰又不知去向，吓得立刻跳了起来，马上命人派三太子李律去找人。荷兰的贴身保镖武士卫听说荷兰不见了，也四处打听荷兰的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天机在荷兰身边醒来，震惊地坐了起来，看到荷兰还没醒，这才稍微放心。他正给荷兰擦脸的时候，荷兰突然醒了，一把将天机按在地上，紧张地追问他是谁，自己现在在哪里。听了天机的解释后，荷兰这才匆忙起身扶他起来。天机让他稍等片刻，他自己跑回去找郎中给他看病。他找到郎中，正要匆匆返回，武士卫也骑马赶到，在天机之前就找到了荷兰。他们交谈了几句，武士卫听到有人接近，马上牵马躲起来。天机急急忙忙赶过来，看到荷兰醒了，高兴地上前询问他的状况。荷兰觉得他很有意思，便问起他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后，荷兰突然想起10年前一起在桃花林中奔跑的小女孩，但因为自己肩上的仇恨，没有向天机表明身份。等天机帮他回到屋里，奉命寻找荷兰的三太子李律也到了。他再次见到天机，李律一看到这美丽的面容就迷住了，结结巴巴地问天机有没有见到一个穿文官服的男人。天机以为他不是好人，就谎称没见过。李律想确认一下，便要进屋，他立马挡在了门口。他没办法，只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看到他个子不高，长相平平，他忍不住大笑起来。正在他们争执的时候，听到声音的荷兰走了出来，李律立刻冲上前去。天机一急，举起斧头想保护荷兰。听荷兰这么一说，他才知道他真的是三太子。他当场尴尬的想找个洞钻。此时仆人们纷纷赶来，准备带走荷兰。荷兰却想找那个照顾他的女孩，结果发现天机已经不见了。无奈之下，只好留下一封信。回到家，天机回想那个红眼俊俏的公子，心里虽然很喜欢他，但考虑到身份悬殊，他不敢有任何奢望。这一天，天机去市场看望父亲，刚到那儿，就看到父亲突然晕倒。找到医生之后，医生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醒来后可能会发疯，而且从目前的状态看起来，将不久于人世。听到这消息，天机顿时慌了，他跪在地上不断求医生想办法。医生对他说，要治这病，需要一种能抑制心魔的清心丸，这才有一线希望。可是清心丸通常只有皇宫的贵族才能得到，普通人根本无缘。回到画坊后，天机一直郁郁寡欢，好友看出他心情不好，便问他究竟怎么了。天机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好友听后立刻告诉他，三太子李律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画展，如果能在画展中赢得第1名，不仅有丰厚的奖金，还能得到三太子实现一个愿望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天机立刻去找画坊的老板，提出想参加画会。坊主却因为她是女生，不让她报名。画坊公布参与名单的时候，天机发现自己不在名单上，气愤地离开了现场。坊主助理整理好名单准备提交，天机趁其不注意抢了过去，以助理一天到晚摸鱼为由，威胁他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助理害怕担责，就把名单交给了天机，让他自己去提交。天机高兴地接过名单，后来才意识到这名单要亲自交给三太子。想到上次见面的尴尬，他又开始紧张，但为了父亲的治病费用，只能硬着头皮装扮一番，偷偷溜进三太子府上，却在凉亭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对命运早已安排好的男女，又在命中注定中相遇了。荷兰听到声音，便问天机是谁。天机上前告诉他，他来是为了提交报名名册。荷兰一听声音，就认出了天机，于是告诉他太子刚出门，叫他稍等一会。天机听后想放下名单就走，荷兰却叫住了他。他问为什么天机前几天救了他，现在又装作不认识。天机急忙解释，把之前和太子的事情告诉了荷兰。荷兰听完他解释，差点笑出声，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于是让天机把名册交给他，他帮忙转交。天机高兴地答应了，正准备交名单，三太子李律突然回来了。天机急忙蒙住脑袋，李律对他这身打扮很好奇，想要上前查看。天机转身就跑，披风随即飘落，李律一眼就看到了那张让他心动的面孔，他当场就愣住了，缓过神来，赶紧追了上去。他追上了天机，天机拼命地转过头去，李律一把抓住他，天机一拳头打在了他的鼻子上，名单掉到了地上。天机立刻向他道歉，李律弯腰捡起了地上的名单，知道了天机来的目的之后，他就让天机把名单交给他。可天机怕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就不想给他。在争夺中，名单被撕成了2半，天机差点摔倒的时候，荷兰赶紧上前扶住了他。荷兰脖子上的印记又开始反应了，天机看着荷兰，心里更是着迷。3人随后来到了一个凉亭，在荷兰的调解下，天机向李律道了歉。李律其实根本没有生天机的气。这时候荷兰醋意大发，故意把茶杯弄倒，让李律的衣服全湿了，然后假装道歉。
以太子要换衣服为理由，把天机送回了家。回到画坊后，房主知道了天机偷偷报名的事，大发雷霆，于是就让人把天机关在屋里禁闭。考试那天，同窗想偷偷放天机出来，这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变成老人的画妖，他用魔法控制了同窗，询问天机的位置。找到天机的位置后，他立刻破门而入。天机看到老人来要画，急忙把自己画好的画拿给画妖。画妖拿到画后开始吸取灵气，天机趁机跑出了屋子，刚到画会入口就被月星堂的二当家再次抓住，他们想要当街带走天机。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荷兰突然出现了。二当家并不认识自己背后的神秘堂主，打手们上前想动手，却被他用拐杖一个个放倒。考场的工作人员得知，主簿大人一怒之下和人动手了，然后急忙跑出了考场，把那些恶霸们都赶走了。就这么，天机被荷兰顺利带进了考场。题目一公布，第一轮考试就开始了，大家都低头画得起劲，天机却在那儿摇头晃脑。突然间，他灵光一闪，脑海中浮现出所有需要画的物品，天机立刻开始画。不一会儿，时间就到了，考官们开始评审作品。轮到天机的作品时，考官们都很赞赏，纷纷给他投了通过票。天机还没来得及高兴，三太子李律突然走过来观看，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立刻投了反对票。天机不服气，就站起来问李律原因。原来问题出在他画的最后一个蝴蝶。几天前，李律被人骗花大价钱买了个假画，那幅假画与真品的唯一区别就是那只蝴蝶。李律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把当初的愤怒发泄到了天机身上，所以才吹毛求疵的判他不通过。正当沮丧的天机准备离开时，这时候李律的老师叫住了他。老师对李律说，这个女孩的画有一种特别的灵气，很可能她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驱魔之人。就在这时，两只金蝴蝶飞了过来，在大家的注视下，正好落在了天机的画上。大家都惊呆了，天机自然而然地通过了第一轮考试。晚上，李律问老师天机的画有何特殊之处，老师告诉他，从天机的笔法中，他立刻就看出天机是当年魏先帝画下神像封印魔王的那位画师洪恩武的女儿，她很可能就是皇上到处找人来修复那幅画。另一边，正准备进决赛的画师们正聚在一起喝酒庆祝呢。这时候李律走了进来，和大家闲聊了一阵，然后把天机拉到一边，问他是不是曾经临摹过西春图。天机承认了，解释说自己为了生计才做假货。李律却开始讽刺他，说他来参加画会简直是侮辱。李律走后，天机躲进了柴房，回想起李律的话还有父亲的病情，心里特别难受，就和旁边的马倾诉。这时荷兰走了过来，原来他听到了天机的倾诉。荷兰劝他要坚强，不要因为别人的话就动摇，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话让天机心有戚戚焉，他把自己和父亲的苦难全部都告诉了荷兰。荷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骑马带他去森林散心。两人在满是桃花的林中疾驰，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他们来到了小时候常去的河边，荷兰帮天机下了马，然后两人一起坐在河边。天机对荷兰说，记得小时候他也曾和一个男孩在这看星星。荷兰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望向一边。天机盯着他的脸，似乎认出了眼前的荷兰是自己小时候的那个伙伴。他抓住了荷兰的手，把他贴在脸上，就像小时候一样。正当两人的手触摸的一瞬间，荷兰脖子后的印记突然活动了起来。荷兰头痛的厉害，感觉到眼里的魔王力量在作怪。荷兰吓得不轻，天机想要安慰他，但他却告诉天机，他不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少年，并让天机忘了自己童年的梦想。说完这话就起身走了。天机站起来，愤怒地问他，为什么亲了我之后还要这么说？荷兰却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第二天，决赛终于要开始了，6位画师被分成3组。这次比赛的主题是画马，胜出者的画作会被拍卖评选出最终的胜者。李律一声令下，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天机用纱布裹住了之前为了救荷兰而受伤的手，他随即开始画画。时间飞快地过去了1个小时，评委们开始评审画作。轮到评审天机对手的作品时，所有人都被其精湛的技艺折服。31位评委，竟然有29人通过了。轮到天机的作品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明明是要画马，但画面上全是蝴蝶。正当大家感到奇怪时，李律看出了画中的奥妙，他立刻开始赞赏天机的画作。原来这幅作品描述的是马经过之后，在花香中翩翩起舞的蝴蝶，表面上看似无马，但其实马的灵性全都蕴含其中。听到李律的解释后，在场的人也开始纷纷称赞，然后纷纷举起了评分牌。天机紧闭着眼睛，当听到周围的惊呼声后，他睁开了眼睛，看到面前红牌遍布整个考场，31位评委全部投给了他通过票。天机乐得合不拢嘴。不久后，胜出的3幅画作开始进行拍卖评选。第一幅骏马画在众人的竞价中被拍出了高达110米的价格，第2幅画作更是拍出了140米的天价。轮到天机的画作时，大家又都吃惊了，竟然没有人愿意出价购买这幅深奥的作品。眼看现场就要冷场了，李律开价50时，
然后60石，接着80石，100担。而荷兰也令人喊出了200石的高价。李律和荷兰你来我往的加价，最后以300石的价格被荷兰拍下。天机一举成为此次画展的冠军。提到心愿的时候，天机提了提自己父亲重病，需要清心丸的事情，这让李律听了非常感动，也明白了天机之前为什么要临摹那幅摹品。李律立刻答应帮忙。回宫后，皇上看了天机的画作，在老艺术家的解说下，也被深深震撼，随即命令天机加入古画院，负责修复祖宗的画像。听到这个消息，房主也很高兴，他给了天机一幅虎仙图，让他带进宫。一番感人的告别后，天机开始了他的宫廷生涯。忽然一个老奶奶挡住了他，奶奶想看看天机手中的画，可天机急忙护住画作，老奶奶一挥手，金光一闪，周围的时间突然静止。奶奶取走了天机的画，她对画中的老虎施了法力，老虎的脸上闪过蓝光。奶奶把画重新装好，递回给天机，又是一挥手，周围被定格的路人瞬间恢复了正常。天机回头一看，老奶奶已经不见了。接着天机像撞鬼一样，总是在一个宅子周围徘徊。突然一股力量吸引了他，在这股力量的引导下走进了宅子。刚进门就碰到了荷兰的侍从，这里竟是荷兰的家。天机感到非常惊讶。荷兰听到声响走出来了，他问侍从是不是有客人来了。天机立刻上前打招呼，荷兰领他进屋里坐。天机觉得荷兰肯定是那个年轻时候的他，才会出高价买他比赛的画。荷兰听了天机的话很是感动，但还是否认了他的猜测。天机尴尬的只能选择离开，离开时却把怀里的画遗忘在荷兰家了。一出荷兰家门，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荷兰躲在凉亭里，因为不敢认出他来，心里极为烦躁。天机一人在雨中行走，没走多久，三太子李律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把他拉进自己的披风里。李律让他紧抓住披风，两人一起冲雨而行。但没走多远，天机脚一崴，李律立刻用披风给他遮雨，然后弯腰准备背他。天机一开始想拒绝，但李律坚持不起身，天机只好同意。他们刚走不远，荷兰撑伞走了出来。殿下，我们有先前的约定。听见荷兰的话，天机马上从李律背上下来，想要走向前去，但李律紧握住了他的手，质问荷兰为什么让天机单独冒雨。我不知道他会自己跑出来。李律听到荷兰的回答，拉起天机就要离开，但天机却松开了他的手，向他道了谢，然后跑向荷兰。两人走到凉亭，荷兰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解释了为何不能相认。天机虽然理解了，但内心依然很伤心。他转身离开了。荷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他默默地立下了誓言。第一天上岗，天机就在宫里迷了路，不小心走进了正在换衣的荷兰的屋子。他向荷兰解释了情况，荷兰便告诉他复原殿在哪里。天机尴尬地道了谢，快步离开。到了复原殿，院长开始介绍他的工作职责，然后带他看了一幅被火烧毁的画像。天机看着那破旧不堪的画像，震惊得目瞪口呆。院长对天机说，这幅画是他父亲洪恩吴为封印魔王而画的。10年前一场大火摧毁了这幅画，他被带到这里的目的是要他在1个月内修复这幅画。天机拥有魔王之眼，凝视着眼前的画像，突然他眼前一闪，魔王的幻影出现了，把天机吓得直接瘫倒。院长赶紧扶他出去，但天机的护腕留在了房间里。出来后，天机告诉院长，他从未见过先皇，不知道该如何描绘他的容貌。院长说，他会找人来帮助描述先皇的面貌，以此来辅助他完成画作。说完这些，他带天机进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是天机今后的工作场所。看着周围的精美画具，天机高兴地笑出了声。这时，屋里的一个男人转过身来，天机吓了一跳，那人正是三太子李律。原来辅助他完成画像的就是他。院长说完便离开了，留下他们俩开始准备工作。正当他们准备开始时，天机突然发现他的护腕不见了。他突然想起护腕可能还在那个房间里，于是他赶忙起身回去找。同时在另一边，荷兰正在观星台上仔细查看着手下提交的星象报告。他在报告中看到天上竟然出现了一颗彗星，这预示着宫中将有大事发生。就在他准备回宫汇报的时候，不巧撞见了。天机被侍卫拦在门外，了解了情况之后，荷兰命令侍卫放他们进来。刚走进画像所在的房间，荷兰突然听到了魔王的召唤声，跟随着那声音，他看着画像的双眼开始闪烁不已，身后的印记也渐渐显露出力量。天机拿到护腕后转过身来，却看到荷兰像以前那样捂着头，痛苦不堪。天机赶忙扶他出了大殿，一到门口，荷兰就跪下痛哭起来。在另一侧，宫里的巫师也感应到了魔王的气息，正好李律来找天机，正要走过去，魔王突然将天机打飞到李律怀里。看到荷兰身上的黑气不断扩散，李律急忙上前想要查看，但他也被魔王震飞了。荷兰体内的魔王终于苏醒，这时宫外的巫女也急忙赶来，而天机还不知危险，他依旧趴在李律身上检查情况。苏醒的魔王向天机走去，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试图夺回自己的双眼。天机不断呼喊着荷兰的名字，试图唤醒他，但魔王的力量实在太强，荷兰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就在他即将掐断天机脖子的瞬间，天机的眼泪滴在了他的手上。瞬间，一道强烈的蓝光爆发出来，周围的时间再次停止了。魔王立刻察觉到异样，转头一看，是虎神再次现身。他怒吼一声，皇宫内的所有法器一下子被全启动了，数不清的蓝光直射魔王的体内。魔王对此极为愤怒，但却只能束手无策。在众多法器的驱使下，很快就被重新封印进荷兰体内。虎神看到这一幕，傲娇地瞥了天机一眼，随后变回本体，怒吼一声，打破了周围的静止状态，转身就离开。殿外的国屋，时间恢复后立刻也感觉到了异样。天机和李律随之苏醒，看到倒在地上的荷兰，天机惊慌失措，回过神来，两个人把荷兰送回了府里。天机留在房内细心照料。不知过了多久，天机快要睡着的时候，一道金光掠过，三神奶奶突然出现，虎神也应声从画中跳出来。两人闲聊着，奶奶随手治好了两人的伤。第二天天机醒来，发现荷兰已经不在身边。这时候一阵声音传来，荷兰从门外走进来，看着逐渐靠近的荷兰，昨夜的场景又在天机的脑海中浮现。天机被吓得往后一退，荷兰不解地问他怎么了。这时天机才稍微缓过劲来，而荷兰对昨晚的事一无所知。他问天机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天机想要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作罢。另一边，李律回到宫后，注意到荷兰身上的异状，于是连夜请求见皇上。经过一番追问，终于了解到魔王的存在，以及天机进宫的真正目的，迫切地想要帮天机恢复画像，但急功近利反而不行。两人在绘画过程中，从大体轮廓到眼睛的细节都画得非常到位，但天机就是画不出先皇的那种气质，这让天机既急又气。当他得知这消息，荷兰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天机去找了一位面相大师，让他到处看人的面相，希望能找到一些灵感。一整天下来，确实有了不少收获。下午回到宫中时，他们一路上聊得很开心，正好看到空中有风筝在飞，发现天机对风筝特别感兴趣，荷兰就陪他一起去放风筝。荷兰因为看不清，天机就帮他拉着风筝线到处跑，风筝放飞后就把线交给他。可没过多久，荷兰的风筝线突然断了。天机看到这一幕，也故意把自己的风筝线拽断，希望两人的风筝能带走所有的烦恼和不幸。荷兰转身看向天机，给他一个戒指。天机不明白荷兰为何要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犹豫不决。荷兰对他说，我对你有情。被封印多年的魔王在宫里显现，想从天机身上夺回自己的魔眼，但被暗中保护天机的虎神操控宫中的法器，再次将其封印在荷兰体内。尽管如此，魔王的气息还是被宫中的国屋发现了。他立刻把这消息通报给自己支持的二皇子李香。李香曾经见识过魔王的力量，对这股能量非常渴望将其据为己有，想用这股力量帮助自己登基。为了尽快找到魔王，李香一夜之间找到了化身为月星堂堂主的荷兰，想请他帮忙。虽然荷兰是月星堂堂主，但他对魔王的事情一无所知。李香见状，便把最近宫中的种种怪事告诉他，并且透露自己已经怀疑前些天在林中失踪的天文主簿是荷兰，跟魔王绝对有关。等李香一走，荷兰把所有事情跟自己失忆的时间对应起来，马上就明白了，魔王很可能就在自己身体里。另一边，天机刚回到宫里，从李律那儿听说了魔王的事，知道自己画画是为了像爸爸一样封印魔王。李律提醒天机，他爸爸就是画完玉像后才开始精神恍惚，所以让天机一定要小心。回到住处，李香为了快点找到魔王，让手下国巫施法，试图再次召唤魔王。随着咒语施出，正在睡觉的荷兰身体突然有了反应，被封在体内的魔王被唤醒。巫师的引导下，魔王顺着气息在宫里找寻自己的魔眼。他打开一扇门，走进天机的房间，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天机感觉到不对劲，睁开眼睛，看到变了样的荷兰，吓坏了。魔王正伸手向他的眼睛去的时候，天机手上的戒指突然亮了，一团绿光随之散开，魔王被这股能量制住，被弹飞到一边。荷兰马上恢复正常。救天机的人就是门外一直在施法的化妖，他一转头对着施法的巫女施法，巫女被反噬，当场晕倒吐血。第二天早上，天机颤巍巍的醒来，还有穿着超薄睡衣的荷兰也睁开眼，惊觉自己昨晚和天机一起睡了，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天机看着荷兰又一次失忆了，不想让他更加焦虑，就把他昨晚变身的事情隐瞒了。这时忽然一阵冷风袭来，荷兰摸了摸身上，这才意识到自己穿得很少，赶紧抓起被子裹住自己。此时的天机终于反应过来，也急忙把被子抢了回来。天机正要穿衣服的时候，门外的仆人喊他去吃早饭。为了避免误会，他急忙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让仆人先走，然后催荷兰快点起床穿衣服。荷兰匆忙起身，尴尬的场面又一次发生了。荷兰尴尬的要命，
赶紧把裤子提上去。为了保持两人的清白，天机趴在门口偷看，确认外面没人后，快速带着荷兰冲出房间。经过一番小心的伪装和前行，两人还是被门口的侍卫发现了。面对这个洗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天机拉下荷兰的睡袍，转身就跑，留下荷兰一个人在原地，不停的解释。天机离开后，回到了画坊，开始和师兄们讨论宫内的工作。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片骂声。天机冲出房间去查看，原来是画坊的老板刚好在外面偷听。天机被招入宫内是和父亲当年一样，为先帝修复玉容。他决定立即去找古画院的院长韩建理论，大家急忙阻止，最终让他停了下来。老板告诉天机，做玉容画师封印魔王非常危险，让他尽快想办法离开古画院。听到这些后，天机又想起李律之前的警告，心里不由得感到很不安。同时在另一边，李律已经找到了国屋，想要从他那里了解更多关于魔王的情况。国屋带他进了自己的法术屋，然后念了个咒语，红光一闪而过。那晚，荷兰突然被附身，李律脑海中闪现那一幕，荷兰攻击天机，这让李律吓得不轻。他立刻找到荷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并且严肃警告，在玉容修复前，绝对不能再见天机。荷兰也明白，天机留在他身边，只会让他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去找天机，约他明天到林中给他画个肖像，当作是对他们关系的纪念。回家后，天机误认为这是荷兰约他的意思，开始疯狂挑选衣服。第二天，他们来到了山谷，天机开始给荷兰画像。画到眼睛的时候，他走上前抓住了荷兰的手，就像当初荷兰教他画北斗七星那样。他闭上了眼睛，荷兰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信里有前往燕国的船票。为了保护天机，荷兰希望他离开这里。天机犹豫的时候，突然一群禁军从林子里冲出来，李律领头，他们以当年人主山的事为由，下令逮捕荷兰。天机想要上前阻止，但禁军毫不留情，硬是把天机推开，并把他关进了大牢。之后的天机回到画坊后就发高烧，还不停做着关于魔王的噩梦。他知道他必须画出玉容，完成对魔王的封印，这样才能救出荷兰。于是他带着画具回到宫中，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玉容的草图。皇上一看，震惊于画作的神韵，高度赞扬这幅画，感觉仿佛看到了还活着的先皇。于是赶紧把李律和国屋叫来，跟他们商量选个日子办封印仪式。国屋一上前给画像施法，却发现这幅画根本没有神灵之气，无法用来封印。皇上一头雾水，国屋解释给皇上听，这种灵气得靠画者的心神，如果画者一心不定，画出来的自然没灵气。李律听后恍然大悟，明白是天机太过担心荷兰，心神才会不宁。于是带着天机去监狱看荷兰，看到荷兰日渐憔悴，天机心里难受极了。这时荷兰突然被神秘力量驱使，紧紧抓住天机的手，天机的戒指突然发出白光，两人被神秘力量带到一个虚无的神界。在那里，荷兰的眼睛忽然恢复光明，他轻抚天机的脸，对刚发生的事感到不可思议。就在这时，天机注意到他们身后的魔王，魔王卷起一阵黑烟围住荷兰，然后把他扔到一边，接着向天机的眼睛伸出魔爪，想取出他的魔眼。在紧急关头，天机的戒指再次发光，天机回到了现实，荷兰也立即晕倒。天机拼命呼喊荷兰，李律听到声音赶快冲进来，看到这一幕，赶紧把天机带出监狱。牢房的一角，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对着墙壁念起咒语，墙内印上3道符咒，老人对墙施法，星光纷纷落在荷兰身上，荷兰随即恢复如初。同时在另一边，皇宫里的世子突然病危昏迷，丞相和尚书大人急匆匆赶来，纷纷劝皇上赶紧确定新的储君，这样可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掌握实权的二皇子李襄知道这件事后，打算劝皇上立他为世子，正好在寝宫门口听到皇上计划在封印仪式后选择李律作为新的太子，一怒之下他冲进了监狱，试图带走荷兰，用这种方式掌控他体内的魔王，争夺皇位。为了争夺皇位这一宝座，不顾一切的二皇子居然想把荷兰从狱中带走。就在此时，李律及时赶到，想要阻止他，但李襄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局势看似即将失控。这时皇上亲自赶到现场，他把李襄带回了寝宫，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李襄不甘示弱，当场与皇上争执。暴怒之下，皇上决定把李襄发配到边疆。听到这消息，李襄的脸色更加阴沉。正当他转身要离开，皇上突然因为怒火攻心，当场吐血晕倒了。御医急忙诊断，并告诉李襄，皇上的病情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几乎已经无法挽回，可能永远不会醒来。这让李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第二天，在朝堂上，他暗中联络朝中重臣，策划政变。如果皇上真的醒不过来，他将接管皇位。与此同时，天机绘制的玉容画即将完成，封魔仪式也即将举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襄又带人将荷兰从监狱中带走。李律还想阻止，但被李襄直接告知，
几天后的封魔仪式将由他主持。现在他要把荷兰带回自己府中看管。李律听后顿时愣在原地。而李湘带荷兰回去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封魔仪式，他要荷兰帮他找到10年前先皇给荷兰父亲的那枚白玉戒指。因为有传言说，这枚戒指一旦佩戴，就算魔王附身了，意识还是清醒的。李律想得到这件宝物，用它来把魔王引进自己体内。荷兰听了这个计划，也是愣了一下，因为这戒指原来是他送给天机的。第二天，荷兰悄悄找到了天机，直接把戒指拿了回来，还叮嘱天机，封魔仪式那天千万别来。拿到戒指后，他把戒指交给了李湘。李湘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但他不知道荷兰给他的是个假货，真的戒指荷兰自己戴着。封魔仪式快开始了，荷兰被绑在祭台上等着施法，3位神婆和虎神也藏在屋顶。天渐渐的黑了下来，月亮发出红光，仪式正式开始。几个咒师举起了镇魔的铜镜，对准祭台上的荷兰。巫师拿出宝剑，念起了咒语，火光化作星辰射向荷兰。阵法开始了，荷兰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喊，魔王又出现了，锁链立刻掉落，白玉戒指戴在荷兰手上，意识清醒，但感觉控制不了体内的魔力。李湘看到荷兰身上的戒指闪光，这才明白自己戴的是假货。尽管如此，他令国巫把魔王转移到自己身上，国巫照做了。黑气冲进李湘体内，李湘还没来得及高兴，魔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狠狠地把他摔到地上，然后释放出一团魔气，周围的人都被震飞了。屋里的天机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担心荷兰有危险，赶紧冲出了屋子。巫师们快速起身开始念咒，他们试图用法力把魔王封进画里，但很快就发现天机画的玉容根本没办法封住魔王，魔王一把就把画撕了。众人都惊呆了，魔王又挥动了手臂，瞬间就把人群震飞了。他慢慢走近，准备大开杀戒。这时天机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大喊荷兰的名字，试图唤醒他。听到天机的声音，荷兰的戒指似乎在呼唤他的意识，但是身体却不听使唤。看到天机的那一刻，更是失去了控制，直接把一旁的李律打飞，然后走上前去想要取走天机的眼睛。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把锋利的刀刺入了荷兰的背后，李律手持带有神力的刀子刺进了他的身体。这把刀是一世前巫女给李律的防身神器，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在神器的攻击下，魔王再次丧失了魔性，两人同时晕倒在地。这时被魔气震晕的人们开始苏醒，李律赶紧站起来，命令逮捕荷兰。正当禁军要上前，月星堂的兄弟突然冲了进来，在众人的掩护下，荷兰骑着马带着天机逃出了皇宫。李湘愤怒地问李律他们去哪了，却被李律拒绝告知，于是派出了兵力抓走了天机画坊的同事和父亲，带着天机的父亲大肆游行，企图引出天机。荷兰得知这一切后，意识到这是李湘的诡计，于是决定对天机隐瞒这一切，但却被月星堂里一直暗恋他的艺术家发现了真相，向天机告了密。等天机找到街边的父亲时，正好落入李湘的陷阱，马上就被抓回了李湘的府邸。他逼天机再帮他画一幅画，想用这幅画把魔王引到自己身上。天机本想拒绝，但被李湘的手下拿他父亲的命威胁，只能勉强答应。荷兰和武士卫得知天机被抓，立刻带人潜入李湘府，把两人救了出来。正想溜时，却被李湘预先安排的护卫包围了，一场混战立刻打响。荷兰带着天机试图趁乱逃跑，却被李湘发现。李湘立刻拿弓射箭想干掉他们，但箭却意外射中了天机的父亲。逃出李湘府后，天机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不断呼唤他的名字。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刻恢复了清醒，认出了眼前已长大的女儿，留下最后的叮嘱，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荷兰此时走上前来安慰天机，他体内的戒指突然发出紫光，银白色的光芒射向皇宫，变成一个白发老人，出现在濒死的皇上面前。老人伸出双手，在昏迷多日的皇上面前不断的呼唤。另一边，天机被荷兰救出后，李相气急败坏，把画坊里的人都带到刑场。外界传出武士斩首的消息，荷兰的跟班在汇报时，正好被刚醒的天机听见，他不顾荷兰劝阻，冲向刑场。这时，荷兰也收到一封密信，按信上的地点赶到凉亭，等他的人正是被老人复活的皇上，召见他的人就是新复活的皇上。皇上对荷兰说，他知道荷兰一直对他不满，但今天他要揭露一个秘密，荷兰的父亲不是被先皇杀的，而是他亲手所为。当年先皇命禁军带走荷兰，他父亲试图阻止，荷兰却被魔王附体，亲手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荷兰听后完全无法接受，当场跪下痛哭。同时，就在李湘要斩首众人的时刻，天机急匆匆赶到，他请求李湘释放众人，只留下自己，但李湘对此不屑一顾，随即下令执行。正当刽子手举刀的瞬间，皇命突然传达，皇上带着荷兰和李律赶到，当场命令释放所有人，并将李湘拘回宫中，在朝堂上严厉训斥他，最后将他投入大牢。荷兰带着心情沉重的天机去了海边，在那里
他们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海，随后一起坐看夕阳西下。荷兰拿出之前收好的戒指，亲自为天机戴上。听荷兰的话后，天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晚上，他们一起住进了旅店。荷兰望着熟睡的天机，郑重其事地发誓，以后要永远守护她。话音刚落，却出乎意料，当他手触摸到天机的额头，突然眼睛闪现红光，一股黑气从他手掌涌出，魔王的力量再次向天机袭来，但天机的戒指开始抵抗魔王的力量。经过一番搏斗，荷兰被震退到一边，墙上留下了抓痕。荷兰看着自己的手，意识到魔王还在作祟，为了不伤害天机，急忙离开房间。直到天机醒来，荷兰已经不知去向。天机看见墙上的魔王爪印，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急忙回到宫里，打算重新画玉容。但天机始终弄不清楚，为何上次的画在封印时会失效。天机正头疼的时候，忽然一道绿光掠过，画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跟天机解释，玉容之所以被魔王毁掉，是因为画中缺少了他的气息，只有和他签订契约，才能在玉容上加入他的灵气，这样玉容才能发挥威力。画妖让天机看到他父亲在他帮助下完成谢容的情形。看到这一幕，天机立刻和他签订了契约。画妖叮嘱天机，必须在封印仪式开始后才能动笔。天机对此一头雾水，这样一来时间怎么够用嘛？但画妖告诉他，不用担心，他自有安排。第二天，国屋带了一个画师来找天机，介绍了一个帮手给他。这个人也是当年和画妖签契约的人。国屋让他在封印当天帮助天机一起完成玉容。突然，一股神秘力量唤醒了他。睁开眼睛后，他发现自己昨天送给女友的戒指又出现在他手上了。正感到惊讶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了。他告诉荷兰自己是他的高祖父，来这儿的目的是要警告他，如果不想被魔王彻底吞噬，失去心爱的人，就得亲自回宫参加封魔仪式，并且在参加前必须把手上的戒指砸碎。荷兰正在惊讶之际，老人突然化为一道白光消失了。荷兰听从了老人的建议，回到宫中找到了李律，告诉他自己要主动参加封魔仪式，并叮嘱他，如果我遇到意外，一定得帮我照顾好天机。不一会儿，封魔仪式又开始了。荷兰走到河边，用石头把戒指砸碎了，然后扔进了河里。皇宫里面，天机和另一个神灵画的画师也开始画了。在画妖的力量加持下，画作马上就要完成了。这时，被魔王黑气包围的荷兰也回到了宫中。侍卫看他脸色不好，上前扶他。荷兰突然释放出魔气，把众人震飞。魔王又一次附身荷兰，他立刻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就在过敏，于是冲向天机所在的画室。画室外地结界，被魔王的魔气震得粉碎。魔王慢慢走进画室，天机一回头，魔王直接盯上了他的眼睛。魔王的魔眼又回到了他身上，天机瞬间变成了瞎子。魔王伸手想掐天机的脖子，却被一股神秘力量制住。天机挣扎着，不停地呼喊荷兰的名字。魔王正诧异的时候，背后金光和蓝光突然卷起，三神奶奶和虎神施法把魔王拉出去。两人一起用法力操控宫中的法器，试图把魔王困在阵法里，为天机争取画玉容的时间。虽然三神奶奶和虎灵联手，但魔王恢复了魔眼，力量超乎想象。他一个大招，阵法又被他打破了。天机因为失明，急切地想完成玉容，却不知如何下手。画妖见状施法，天机的父亲的灵魂出现在他身后，他附在天机身上，然后指导天机画上玉容的最后一只眼睛。天机抓着父亲的手哭个不停。父亲在安慰天机之后，又一次在天机面前消失了。这时画妖走上前给玉容注入了灵气，整个大殿里顿时亮起了金光。大家赶紧把玉容捡了起来。宫外的国屋用法术试图把魔王拉进殿里，结果被魔王一巴掌打飞了。三神奶奶看到这一幕，突然就停止了对魔王的法术。她画出了一只金色的蝴蝶，把魔王从荷兰体内带了出来，然后带着他直冲玉容。就这样，三神奶奶和魔王一起被封进了画里。一切终于结束了。荷兰在封魔台上醒来，他的眼睛终于恢复了光明。他不停地呼唤着天机的名字。天机在李律的搀扶下走出了神殿。听到荷兰的声音后，天机蹒跚地跑向他。好多年后，两人又回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场景。荷兰紧紧把天机抱进怀里。天机站起来后摸了摸荷兰的脸，轻声安慰他，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荷兰抱住天机的头，深情地吻了上去。5年后，魔王被消灭彻底，他留下的诅咒也随之消失，天机的眼睛也恢复了光明。两人有了一个孩子，开始在山里隐居，过着平静的生活。某个夜晚，荷兰骑马带着天机回到了他们曾经摘桃子的那片林子，他把当年欠下的桃子送给了他。天机也把他当年在河边画的画像送给了荷兰。荷兰走上前，深情地吻了天机的额头。就在他们深情接吻的时候，看守桃林的大娘突然醒来，两人拾起桃子，像小时候一样跑出了林子。